沟槽的科技系统说我寿命就剩3个月，非得接单才给续命。这破郊区的，这都2月了，哪儿有人啊？哎呦，美女，小上帝，快请进！是不是要定制模型？我这手艺可是这条街顶尖的，只要是模型，就没有我做不出来的。老板，我想给我儿子订一把玩具手枪，这孩子刚才把玩具枪摔了，非要一把能打怪兽的。没问题，没问题。小英雄，你想要什么样的？叔叔，我要那种沉甸甸的铁做的。好，没问题。还有呢？我想要稍微小一点，其他的都有点大，我拿不住。好说好说。我要去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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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怪兽，最好能打倒吸血鬼的那种。这个沟槽的系统说了，客户的要求不能拒绝。不嘛不嘛，我就要能打倒吸血鬼的。好好好，咱们直接让叔叔给你做把能打倒哥斯拉的好不好？耶，好，我要打倒哥斯拉 biu biu biu。好，能打倒哥斯拉的。小孩子就得哄着，多谢老板顺着我说，那真是太感谢了。一共多少钱？总共1000，定金300，3天后过来取货。小宝，3天后叔叔给你做好，就等3天好不好？好，3天后我要打倒哥斯拉。恭喜宿主接到第1笔订单，任务要求1：全金属制作；要求2：极佳手感；要求3：必须具备打倒哥斯拉的物理效能。完成后可获得10年寿命，银行存款20万。沟槽的系统，哄小孩的你还真当真？人家系统都是帮宿主，你这破系统，感觉嫌我活着碍你事儿了是不？宿主，请务必努力完成制作，若任务失败，系统将强制为您进行大脑皮层褶皱抚平手术。你还威胁我？我这是模型店，我私造军火都不用你出手，警察明天就把我毙了。系统不进行无意义争辩。妈的，这破系统，做吧。再做不出来，别等警察抓我，系统就先把我抹了，先造出来再说，到时候自有大炉为我辩经。干，大点干，早点散。老板，我们来取模型啦。叔叔，我的枪做好了吗？能打倒哥斯拉的枪。做好了，小英雄，绝对满足你的要求。天啊，这也太漂亮了吧！老板，这做工简直就是艺术品。哇，好重，好酷，谢谢叔叔。老板，说好的1000太少了，这里是2000，这手艺值这个价，您一定要收下。李女士，你这太大方了，咱们定好了，说多少就是多少嘛。老板，您这手艺绝了，我从没见过这么精致的模型，怎么会把店开在这种地方？对面还是个公共厕所，你应该去市中心开个高档定制店啊。biu biu，怪兽看打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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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我这人喜欢低调，不过李女士，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把枪。我知道，我会看着孩子的，毕竟是个小铁疙瘩，砸到哪儿也不好啊。不，李女士，砸到当然要预防，但这不是重要的。您平常给他买点软弹、BB 弹玩就行了。这个我也知道，真子弹我也买不到啊。你还真厉害，软弹、BB 弹两用的枪都能造出来，太厉害了。我家孩子就喜欢这些，家里都给他备着呢。这大姐咋不让人说话呢？不对，姐，我要说这枪有子弹，侧面有个保险开关，我用红点标出来了，千万要记住，绝对不能打开，也千万不要对着任何。打倒哥斯拉！我操！鹰将打过来了！完了，这下低调不了了。天哪，这是怎么了？煤气罐炸了吧？这是外星人的能量炮，我告诉你们，外星文明真实存在，加微了解来龙去脉。这哪是炮啊，这明明是导弹，肯定是这店里搞什么秘密武器呢。警察同志，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家小宝就是拿那枪对着外面biu了一下，谁知道就成这样了。妈妈，我怕，我要回家。
队长，现场情况已经初步勘察过了，这次破坏范围很大，1间门面房，1个公共厕所，80平方高速隔音板，7堵围墙，还有我们的靶场都被波及了。人员伤亡呢？幸运的是，只有1个人轻伤，他在公共厕所上厕所被吓到了，尿了裤子，起来跑的时候脚插蹲坑里扭伤了，问题不大，已经送去医院了。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啊。陆明，现在你有什么要说的吗？警官，我就是个做模型的，我也是按照客户要求办事啊。客户当时说要能打倒巨型怪兽的手枪，我一向是客户至上的原则，他有这个需求，我能怎么办？我这不……所以你就做了一把，预计射程超过5000米，4000里内没有弹道下坠，子弹轰能……不对，当量保守估计在800公斤 TNT。要不是还有点穿透力，就能把我们训练场后面的山扬了的手枪啊！说吧，除了他们，你的上线是谁？做这东西你收了多少钱？哪有上线啊？我这就只有客户，我准备收1000，客户给了2000，哦不，2300。你这时候了还在狡辩？查到陆明名下的银行卡有多少钱了吗？报告队长，查到了300。哼，300万，足够你牢底坐穿了。走，不是300万，队长，是300块。多少？是300块。他名下所有的银行卡加起来就300块钱，而且他是个孤儿，无父无母，也没有任何出入境记录，各种信息都显示没问题，底子很干净。那个客户给了2000块，微信转的，我还没来得及存到卡里去。还好系统的奖励账户他们完全查不到，不然系统奖励的20万，我还真不好解释。带走。警官，我真的是大大的良民啊，大大的良心商家。简直是胡闹，恶劣，影响极其恶劣。我们汉南省泾源市建市以来，不，建国以来就没出过这么大的爆炸物毁坏事件，还打到了我们公安自己的训练场，这是在向我们挑衅，必须严肃处理。成功，说说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出了这么大的非法爆炸物案件，你们这治安联防维稳是怎么搞的？报告领导，情况比较特殊，经过我们初步调查，这起事件它不是爆炸物事件。不是爆炸物，那是什么？陨石吗？是非法制造枪支案。枪支？什么枪能有这个威力？他造了狙击流吗？还是迫击炮？都不是，是一把手枪。我知道您可能不信，我把证物手枪直接给您带来了。成功，你糊弄鬼呢？就这么个小玩意儿，能把钢筋混凝土的厕所炸穿，把靶场后面的山钻出个洞来？你不会还想告诉我这是外星人的武器吧？领导，这就是那个嫌疑人他自己一个人做的。唉，算了，说再多也没用。走吧，我带您去试试这枪。领导，您没事吧？天才，造这把枪的人是个天才。这样的人咱们留不住。对，留不住，得赶紧加紧发挥一下它作用。领导，您这，你还愣着干嘛？赶紧回去，把人给我保护起来，封锁全部消息，一点风也不能透出去。有这样的人才，我们必须在军方发现之前，请他帮我们把装备更新一下啊！是。陆明同志，您是绝对的科研人才，我们警方想要邀请您加入，并且拥有特殊编制，您愿意吗？可以加入警察系统，那警方的订单岂不是源源不断？系统给的奖励肯定多到爆炸，求之不得啊！太好了，陆明同志，欢迎你的加入。来，咱们换个地方，我带你去咱们自己的装备制造部看看。大石，从现在开始封存关于陆明的一切档案和物证，所有调查全部终止，网络上相关的舆论立刻想办法给我刹车压下去。这件事儿保密等级提到最高，明白？军队的这帮人鼻子也太灵了吧！同志你好，龙国狼血特种旅苍龙特战大队大队长方正奉龙国东部战区龙国装备部联合命令，前来邀请陆明同志赴任龙国装备部特招总工程师。方正同志啊，陆明同志刚刚已经答应加入我们警方的研发部门，你们就这么来了？这件事儿，我需要向我的领导请示。看领导怎么说，能不能缓缓什么的。
方正同志，常毅同志是我的直属领导，我打电话就行了。陆同志，请您接电话。成功，留不住了，放人吧。陆明同志，你的意思呢？就这阵仗，又是直升机又是装甲车的，我的想法还重要吗？况且军方的订单肯定比警察这边多呀。我还是去军方吧。陆明同志，请。陆总工，欢迎来到龙国不周山基地。陆明同志，欢迎来到不周三装备制造基地。大家都叫我高总，我是本次任务的联络人。高总您好，能来到这里是我的荣幸。走，我先带你大致参观一下。简直是另一个世界。这里是我们国内最尖端的科技堡垒，汇聚了全国顶尖的科研人才和最先进的设备。从弹道导弹到新型战机，从深海潜艇到太空武器，这里生产着所有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国之重器。那边正在进行的是新型航母模块化建造，而那边是我们的粒子束武器测试场。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当然，装备一代，隐藏一代，设计一代，立项一代，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传统。你在外面能看到的只是很小一部分。陆明同志，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终于让我们找到了像你这样的天才。不过时间紧，任务重，我们还是先谈正事吧。这是？没错，就是机械外骨骼装甲。你的那把手枪，我们正在找技术人员研究改进。作为原创者，初期研发资金大概有个几百万吧，后续很快就会打到你的账户上。好，行，那陆明同志，你先看看这份简纲，这是我们预计的标准。你有什么觉得不好搞的、需要改的，我们还可以商量调整。高总，这个高度是不是？哦，这个高度啊，是为了适配我们现有的运输设备。怎么，觉得低了吗？2米左右的高度应该不是问题吧？正好能进装甲车，也能适配一些武器。200多米，这得多大的工程量啊！还要集成武器系统、动力系统，我哪还敢觉得？原来如此。不过，如果按照这个高度，要达成各项作战要求，需要集成的系统和部件会非常多。我知道会有点困难，不过物资方面都不是问题。这个项目国家非常重视，所有资源全力倾斜，物资、技术以及后勤供应全部顶满。还有你的生活需求，需要什么说什么，顶满。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些要求貌似就没那么难解决了。这次项目如果有了阶段性成果，起步的奖励是1000万级别。对于最终研制成功，我不太清楚具体会有多少奖励，但我可以保证，你要是研制成功，龙国境内只要是国家能给你的，你想要什么有什么。我去，我造把手枪系统给20万，这次都不用系统给，国家直接给我顶满了。高总，这个任务我接了。好。这排场有点吓人啊！恭喜宿主接到国家级科研订单，订单具体要求如下：一，在现有技术框架下，整合现有龙国科技，研发出符合龙国机械外骨骼装甲设计制造标准简纲的重型机械外骨骼装甲。3，设计制造高度200到240米。停，我知道了。任务完成奖励资金2亿元，星际科技点3万点。我操，2个亿，还带星际科技点，这是什么东西？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星际科技点可在系统商城兑换星际科技，首次获得星际科技点后，系统商城解锁星际科技兑换功能。我去，星际科技，意思是我能造星舰了，我能踏上星辰大海了，这简直是牛逼到炸裂啊！妈的，开干！星际科技啊，想想就激动。不过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先搞定这个大家伙。既然是要200多米的高度，那结构、设计、武器、动力，我得盘一下。紧凑型聚变反应堆、惯性约束聚变核心、磁约束等离子体燃烧室、液态金属冷却回路、反中子屏蔽层、超导电磁自负马达、磁流电游离关节、铂碱减速驱动总成、钛基费用金属骨架、纳米碳管增强陶瓷锗复合材料。钟老，这是陆明同志提交的第一批物资清单。怎么了？我看挺详细的，看你这表情有什么问题？钟老，您看看这清单。虽然咱们说好了物资无限供应，但这才刚起步。他这要的材料和设备，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光是这些20亿，多吗？不多啊。钟老，我是担心会不会造成浪费。您也知道，很多材料都是稀缺资源，用在这里，万一效果不佳就……小高啊，你应该也知道，骆驼刚买了咱们一大批装备，咱们的资金和物资准备很充足，可是这么多稀有材料一下子就批下去。小高，你想想，当年鹰奖研发 B2幽灵轰炸机的时候，一架的设计造价那可就是24亿刀。要注意，那可是上世纪90年的24亿刀，而它成功后给鹰奖带来的战略优势是无法估量的。再回想一下当年我们搞核弹、搞卫星，勒紧裤腰带、砸锅卖铁也要干，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东西一旦造出来，就是国之重器，是镇国之宝，它带来的价值远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钟老，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研发就是一场投资，就是铸剑，没有好材料，铸不出绝世神兵。对，就是这个道理。陆明同志既然敢开这个口，说明他心里有谱。他想做的必定也是前所未有的东西。钟老，您说的太对了，我确实是想的不够深远。这样，陆明同志报上来的这份清单，我再给他整体上调10%，作为备用资源，以防万一。这就对了嘛！告诉陆明同志，甩开膀子干吧！有国家做后台，什么也不要怕。陆工，磁润变叶力关节的阻尼参数在高压环境下不稳定，测试挂了。那是你没考虑到非牛顿流体的解切细化效应，把控制算法里的补偿系数调高0.5个点，重新跑模拟。5分钟后我要看结果啊！调高？好，我马上。陆工，液态金属冷却回路的接口密封件耐不住3000度的高温，材料实验室那边说没辙了。告诉材料实验室，别用传统的陶瓷包装，用我昨天给他们的纳米碳管增强复合配方，让他们半小时内把成品送过来，别耽误我总装。是。这里的精度一定要高，所有的误差全部用纳米刀扫掉。第三神经处传导电磁导读体信号，仿生模拟进入处理。成功了，成功了！钟老，您找我怎么样？那小子最近动静闹得不小吧？动静确实大，但情况有点特殊。据现场的工作人员反映，陆明同志他几乎是一个人在战斗。哦，一个人？除了搬运和一些基础组装，所有的核心逻辑、电路设计，甚至是那套复杂的神经元算法，全是陆明同志一个人搞定的。天才嘛，有点性格很正常。高啊，你要明白，顶尖的天才思维速度是常人的100倍，能和顶尖天才思想同频的人，只有另一个天才。钟老，我明白您的意思，我只是担心他这么连轴转、不眠不休的，身体要是垮了，那可是咱们的巨大损失。你这个担心是对的，回头你多去盯着点他的伙食和休息，该提醒的时候还是得提醒。对了，都弄出些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来了？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我只是联络人、协调物资、做后勤这些我在行，技术方面我不懂。现场我顶多就是去逛一圈，听听监理的汇报。外行不指挥内行嘛。好，你有这个觉悟很好。外行不指挥内行，这就是对天才最大的尊重。不过，陆明同志今天早上跟我通过话，他说项目进度已经到了98%，所有的分系统已经全部通过测试，预计1周内进行最后的总装。98%，1周内总装？是的，他非常有信心。哈哈哈哈！好一个陆明，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了。告诉陆明，总装那天，我亲自去看他揭幕。陆明，怎么样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吗？我本来打算明天的，可钟老他老人家太激动了，非要现在就过来。放心吧，高总，一切准备就绪，就等领导们到了。那就好，那就好，随时可以点火。点火？对啊，点火。点火？这是什么专业术语吗？我一个外行还是别多问了，陆明说啥就是啥吧。哦，好，好。那就行，钟老10分钟后就到，他一到我就会通知你。没问题。好啊，总装这么快就完成了，赶紧开始吧，我等不及了。陆明，钟老到了。各位领导，各位同仁，不负众望。在大家的通力协作下，我们终于成功地将它建造出来了。所有的标准全部达标，甚至为了配合总体协调性，有80%的部分都超出了原定设计标准。好，陆明，干得漂亮！快去吧，我真的等不及要看看了。高总，我在总装完成核验的时候，发现我们有个数据错了。我们错了？什么数据？设计高度本来是2米至2.4米，我们给陆总工发函的时候没有点小数点。你说什么？2米，不是200米！我的天啊！我发给陆明的竟然是200米的机甲设计高度，但是他造出来了，他到底造出了个什么东西？所有部门请注意，配合工作，完成揭幕。天穹型重型机甲，代号玄凯龙级，亮相吧！
这简直是奇迹！陆明，你简直是天才！这何止是漂亮，这简直是震惊世界！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就没见过这么牛逼的东西！妈呀，这是什么情况？我不是在做梦吧？好啊，好啊！我们龙国的下一步计划，我感觉可以提前启动了。神迹，简直就是神迹！有这家伙，鹰将算个屁呀！写错数据的事儿给我烂肚子里。反正结果是好的，陆明给咱们搞了个天大的惊喜。回头咱们给陆明准备丰厚的奖励，希望他能帮着咱们瞒一瞒。明白，高总。真他妈牛逼，他还真搞出来了。要是搞不出来，这么基础性的失误，钟老非得揍我不可，还耗费了这么多资源。要是啥也没有，我100辈子也赔不起啊！老高啊，你们提报上来的不是说要研发单人作战机甲吗？怎么搞出来这么个大家伙？这可是给我了一个大惊喜啊！钟总，您有所不知啊，一开始我们确实是按照单人作战机甲的方向去设计的，但后来我们发现陆总工他呀能力实在太出众了。我们觉得以陆总工的天赋和技术，如果只是造个单人作战机甲，那岂不是大材小用，埋没了人才吗？所以啊，我们一合计，心想既然要做，那不如就直接搞个大的，把陆总工的能力发挥到极致，给咱们国家、给咱们人民造出一款真正能够震撼世界的超级机甲。这不，陆总工他果然不负众望，给您也给我们所有人带来了这个玄凯龙旗。怪不得当时给我的标准里，机甲的体型要求和武器配备那么不合逻辑。如果完全按照他们给的数据，那造出来的就是个铁壳子。算了，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高总说的没错，一开始我的确是按照常规单兵机甲的思路去设计，但在设计过程中，我发现常规的单兵作战机甲在面对某些特殊战场环境时，其防御力、火力压制和战略威慑力方面始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在得到高总和各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后，我大胆地推翻了之前的设计方案，决定从零开始，以重型战略威慑为核心理念，全面升级机甲的各项指标，力求打造出这款集超强防御、极致火力与绝对威慑于一体的玄凯龙旗。好，说得好，不愧是陆明，有魄力，有远见。不过这么大一个家伙，光是看着威风可不行。陆明啊，快让我看看这玄凯龙旗除了长得霸气，还有什么攻击手段？别光让我看着眼馋啊！攻击手段那肯定有。好，快让我看看。陆明啊，陆明，你可千万别玩脱了。这大家伙只要能动起来，能开炮，咱们就算成功。玄凯，启动实战演练模式，目标前方荒岛靶场，全面火力展示。它虽然体型庞大，但脚部和背部搭载了高能火箭推进器，能够支撑重装机甲无视地形，进行短时间的高速低空飞行。老天爷，这么大的自重，居然真的飞起来了！接下来是绝对防空与近战火力网，它的头部集成了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中枢，并且在这些部位全部配备了隐藏式高射近防炮系统，10根手指也全都集成了各种型号不同功能的机炮。这火力覆盖也太变态了吧！右臂配备全自动榴弹发射系统，如果敌方想要利用重装载物负隅顽抗，左手腕处配备了超低温液弹系统，能瞬间冻结并破坏敌方装甲结构。而他的左手掌心是重型等离子炮。这是我们造出来的东西，我是不是在做梦？如果需要进行近战攻坚，他的腿部包裹着特制重型装甲，配合肘部的增压推进器，可以爆发出极具毁灭性的动能，任何坚固的堡垒在他面前一击必碎。国之重器，这是真正的国之重器啊！有了这台机甲，华夏无虞。钟老别急，还有呢。对于中远程的战术威慑，它的肩部搭载了高精度巡航飞弹，背部装载小型高超音速地空导弹，一旦锁定，绝无拦截可能。陆明，好孩子，你给我们所有人，给整个国家立下了天大的功劳啊！这简直是无敌的存在。陆总啊，这火力就算是一支正规军队过来，也不够他塞牙缝的吧？这就是他的全部实力了吧？高总，刚才展示的这些，都只能算是他打招呼的常规战术手段。什么？毁了一个岛还只是常规手段？难道他还有底牌？玄凯龙旗的终极杀招，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为了绝对的威慑，让敌人在动手前就彻底断绝念头。它的动力核心是一座微型可控核反应堆，在面对无法挽回的绝境，或者机甲即将落入敌手的最后时刻，驾驶员可以解除最高安全锁，
将其引爆。引爆核反应堆，那威力得多大呀？爆炸当量在300万吨 TNA 左右。简单来说，就是一颗大当量氢弹的级别。300万吨！我的老天啊！疯了，彻底疯了！这哪是造机甲，这是造了个活体氢弹啊！活体氢弹，好啊！有这等底牌在手，谁敢任我华夏之锋芒？老兄弟们，你们看到了吗？就凭这一台机甲，这恐怖的机动性，这毁灭性的火力，还有这终极威慑，它根本不需要什么编制，它自己就至少能顶咱们一个满编的重装合成旅。没错，这简直是国之重器，陆海空全能的战略级杀器。陆明，这么庞大复杂的系统，操控方式是什么？我刚才看你只是在终端上下达指令，难道它完全是人工智能自律作战？钟老，目前您看到的确实是 AI 辅助的无人操控模式，在常规烈度的战斗中，无人模式足够应付。但是，如果遇到极端情况，需要机甲满功率运舰爆发出全部极限潜能时，无人操控模式的反应速度就会不够灵敏，而且极容易受到高强度的电磁脉冲干扰，产生致命延迟。那你的意思是，满功率运转必须是真人操作，只有驾驶员亲自操作，才能完美驾驭它的极限状态。钟老，我这就进入驾驶舱，亲自给您展示一下真人操控下的极限机动动作。等等，先别展示了。陆明，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对这个驾驶员操控模式有绝对的信心吗？实战可不是儿戏。钟老，我有绝对的信心。为了真人驾驶，我不仅自己试验过无数次，我还专门开发了一套高仿真神经接驳模拟系统。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在没日没夜的练习，当下我就有8个可以完美适配玄凯龙旗、随时待命的驾驶员，只要一声令下，随时可以投入最高强度的实战。好小子，没让我失望。既然你有这个信心，那我就给你一个展示的机会。钟老，您的意思是？陆明，现在立刻带你的团队去休息。24小时后，你和你的玄凯龙旗必须进入24小时1级战备待命状态。只要你能圆满完成下一个任务，我亲自向最高层请示，你，陆明，就会是我们龙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少将。是，保证完成任务。小高，到，钟老您吩咐。从现在起，放下你手头所有的事，给我好好照顾陆明和他的团队，哪怕是他们少了一根头发，我拿你是问。是，钟老您放心，我保证给他们最好的后勤保障。诸位老兄弟，憋屈了这么久，咱们露脸的机会终于来了。哦，老钟，原来您之前在战略会议上坚持说的那件事儿是这样的。哈哈哈！这次我看那群小崽子怎么嚣张。好啊，不过钟老，你还是好好休息休息吧。这都3天了，今天晚上更是熬夜过来参观。没事儿，为了这机甲，1个月不睡觉我都行。不过，现在我觉得我可以休息了。传令，所有部队停止推进，化整为零，在015-256线上分散防守。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坚守24小时。是。队长，这打的是什么憋屈仗？那帮守方的蓝军全都是一群大牲口，电子战、信息战猛得没边了。咱们的通讯设备一开机就被锁定，为了不暴露，咱们直接被干回到20年前的步兵战术了。行了，别抱怨了。100多年前，咱们的先辈们连现在的装备没有，不也是一把汉阳造、几颗手榴弹这么打过来的？他们能打赢，咱们怕啥？队长，咱们不是怕，就是心里憋得慌，太不爽了。被他们压着打了这么久，这次演习，咱们哪怕拼光了，也一定要想办法活捉那个姓满的。抓姓满的先放一放，上级刚下了死命令。所有单位化整为零，分散防守。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在这片阵地，
死守24小时。明白。各车注意，前方015防线，红方防御薄弱，给我直接撕开他们的防线，穿插进去。完毕。嘿，这帮红方又转入被迫防御了。那肯定是啊，队长，他们还没等进主战场，就被咱们的远程火力歼灭了70%。咱们蓝军除了当年运气不好输过一次，其他什么时候吃过败仗？说实话，我现在是想赢又不想赢。你想想，咱们是蓝军全军的磨刀石，咱们要是总是轻轻松松把他们碾压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什么？代表咱们国家的军队战力还没有调停全世界的能力。队长，慎言呐！啥时候咱们真赢不了了？那些红方崽子能把咱们按在地上摩擦了，我就是输了，也他娘的高兴啊！那是咱们自家的军队真强大。不说这些了，那边那个土坡后面，红方那个小队没几个人了，机炮准备，给我再扫一波，送他们全员出局。眼镜，撤退吧，就剩你一个了，不能全丢在这儿。退下去，进林子里再找机会。队长，我跑不快，枪法也不行，退下去也起不了作用了。上面给我们的命令是死守24小时，现在时间可还没到呢。那你想干什么？这是演习，活着才有输出。眼镜，回来，回来！你他妈疯了！红方的防线快被切碎了，最后的口子一扎紧，咱们就能包饺子了。前线那事儿处理好了没有？处理好了，那就是个普通的小战士，打上头了，抄着集束手弹就往咱们步战车的车底钻。人没事吧？万幸咱们驾驶员反应快，一脚刹车踩死了，没造成伤亡。不过那小伙子情绪激动得很，已经被送到后方去了。唉，在这儿当坏人的滋味真他娘的不好受啊！看着自家的小伙子们这么拼命，咱们还得下狠手往死里揍。咱们是磨刀石嘛，不狠怎么磨出好刀？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稳扎稳打还是直接平推？抽调突击集团的3个营，从右翼猛插过去，给我直接绕到红方指挥部的屁股后面去，彻底断了他们的念想。是。满指挥，说实话，您这下手的狠劲儿，还真蛮有当坏人潜质的。去你娘的！赶紧给老子执行命令！小高啊，你知不知道我顶着那么多压力，如此大力支持咱们军工科技发展的原因是什么？钟老，我知道一点，但说不清楚。我就是想让我们的战士再也没有用血肉之躯去换取胜利的机会，我要他们活着，把勋章带回家。钟老，陆明休息好了吧？一切准备就绪，该他上场了，让蓝军见识见识，时代已经不一样了。神经元多节器预热完毕，请经收位处理。生命维持系统上线，收到。机甲绑定。
叫陆明，雷达锁定，敌方数10枚防空导弹正朝我方袭来，请求呼叫后方防空火力网进行拦截。没那个必要，交给我近防系统启动。障碍清除，可以投放。明白，挂钩解锁。刚才什么情况？怎么突然地震了一下？蓝军的炮火又过来了，打的哪儿？队长，指挥部指令，5分钟后全线发起全面进攻。全面进攻？上面疯了吗？咱们现在明明是在拼死防守，前面还卡着蓝军的重火力迫击炮阵地，现在冲出去不就是当活靶子吗？我的个乖乖！通报：蓝军 P201迫击炮阵地已被摧毁，蓝军第2迫击炮营全营淘汰。我刚才是不是看到一栋摩天大楼长着2条腿从那边跑过去了？队长，那就是咱们红方的秘密武器——超级战甲呀！哈哈哈哈！好，同志们都听见没？检查装备，4分钟后给我狠狠地踢蓝军的屁股，进攻！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短短几分钟时间，怎么可能接连丢了这么多阵地？连个防空警报都没响，红方难道是长了翅膀直接飞到阵地上的吗？这他妈是个什么玩意儿？通报：蓝军 L103榴弹营全营淘汰，阵地已被摧毁。你们看看，这特么还打个屁呀！这红方到底整了个什么鬼玩意儿？这玩意儿拿出来，不是纯欺负人吗？满指挥，能试的办法我们都试过了，我们已经动用了除了核武之外所有的装备。大型导弹刚升空就被红方的防空系统拦截了，小型的战术导弹全被那个机甲自身的近防炮在半路打爆了。他现在正在朝着我们火速推进，根本拦截不住。这根本没办法整啊！他都已经冲到我们阵营腹地里面了。要是现在释放战术核弹，那就是伤敌800，自损1000，这不欺负老实人吗？满指挥，您平时欺负人欺负的还少吗？您忘了，那次红方人家2个重装旅坐着火车大老远过来，连车厢门都没来得及开呢，指挥部就下令让人家回去。这还不是您动用核弹把人家火车站给炸了？您这不也是欺负人吗？唉，万事有轮回，苍天饶过谁呀？报告，我们这边的网络遭到不明数据流入侵，防线全面崩溃，所有的内部网络加密电话现在全都能被红方监听截获。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把网络迅速恢复！谁打来的？不知道，显示是未知频段，强制接入。小满，是我，老首长。你这小子在演习场上牛逼了小半辈子了，把咱们红方按在地上摩擦了多少回？今天也该轮到你输一次了。老首长，演习还没到最后呢，这谁输谁赢，现在说还不好说。小满啊，出门看看吧，我在演习指挥部等你。走，出去看看。蓝军指挥官，我已经正式控制您的指挥部，您指挥部的所有人，现在都是我的俘虏了。好。同志们，这次演习，我们见证了历史。玄凯龙旗的登场，不仅仅是一次战术上的胜利，更是我国战略力量的跨越式飞跃。
它就是我们国家捍卫和平、震慑敌胆的无上利器。下面，让我们有请这台国之重器的核心陆明同志上台。各位首长，各位战友，玄凯龙旗不是一件普通的冰冷兵器，它是无数科研人员的心血结晶。我们打造它的初衷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我们要为和平铸剑，剑锋所指，宵小退避。好一个为和平铸剑！满指挥，你也上来讲两句吧。这次可是你蓝军第一次尝到被老窝被端掉的滋味啊！输了就是输了，我老满输得心服口服。看到咱们国家能拥有这样强大的机甲，我这心里只有欣慰和自豪。未来，我希望能看到陆明，看到玄凯龙旗，给咱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哈哈哈哈哈！说得好，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代表军部宣布一项重要决定。鉴于陆明同志的卓越贡献，经军部特批，授予陆明同志少将军衔。你说的很有道理。老首长，您找我。小满啊，快坐快坐，别杵在那儿了。每次演习完，我都会把你叫过来，咱们关起门来上上小课，复盘一下。这次也不例外，总结总结，吸取经验教训嘛。老首长说的是，今天这堂课对我的震撼确实前所未有。满指挥，您是常胜将军，今天我能赢，多半是靠着装备的代差优势。真拼战术，我远不是您的对手。赢就是赢，战场上哪有那么多借口？玄凯龙旗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毋庸置疑，它不仅能执行斩首行动，更是一种跨时代的威慑力量。不过，既然是复盘，那我就得说说这台机甲的弱点。满指挥，您请讲，我洗耳恭听。第一，造价太高，这么庞大的钢铁巨兽，里面集成的尖端科技不计其数，注定了它量产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二，目标太大，不够灵活，在复杂的全方位立体打击下，如果失去掩护，容易成为活靶子。第三，也是最致命的一点，如果真到了全面战争的时刻，对面如果拼着2、3颗大道量核弹来换掉机甲，那是绝对能做到的。而玄凯龙旗的造价和研发成本可比2、3颗核弹要贵得多，从战损比上来说，吃亏的是我们。小满，你的眼光还是那么毒辣，一针见血啊！所以我的结论是，玄凯龙旗只能是战略武器，在真正的大国博弈中，这东西不动的时候才是最牛的。不动的时候？对，就是不动如山，就像核威慑一样，悬在敌人头顶还没落下的达摩卫克斯之剑才最让人恐惧。毕竟，现在世界上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拥有像玄凯龙旗这样能进行近地面火速突防、无视常规防线、直捣黄龙的战略武器。只要他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敌人在轻举妄动之前，就得好好掂量自己的指挥部防线够不够硬。是啊，当今的核力量威慑，把导弹送到敌人头顶，可无论是陆基、海基、空基，甚至是以后的天基，都需要依靠导弹。导弹有被拦截的概率，而且不低，也有可能打不准。他们还能躲在很深的地下，等炸完再出来。现在，陆明，你知道你的机甲有什么优势了吗？玄凯龙旗可以直接把核弹送到敌人床上，而且有主动防御拦截、快速突防的能力。好一个直接送到对方床上，我就是这个意思。不过这就有另一个问题了，这么大的体型投放到敌人近处也挺困难。如果逼急了，对方甚至会牺牲一部分外围防线，用来消灭你，保护核心。这一点陆明早就考虑到了。来，陆明你说吧。玄凯龙旗可以通过近地轨道部署，一般的运载火箭加上机甲自身的推力，就能到近地轨道。
在近地轨道上，机甲可以待机20年以上。好，那我没问题了。这将是我龙国的又一大战略级武器。不愧是蓝军总指挥，眼光不仅见于战场的战术中杀，而是直接上升到了大国博弈的战略高度。满指挥，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您让我对玄凯龙旗的定位有了彻底的明悟。不用搞得这么严肃，你还年轻，日子长着呢。以后啊，是你们的世界，我们顶多就是帮忙了。好，今天这小课上得好。陆明啊，以后多跟你满老哥请教，战术战略上他脑子里的干货多着呢。是，首长，我一定多加请教。行了，你们聊，那边还有一堆事等着我，我得先走一步了。期待你的下一个奇迹啊，小子！满指挥慢走。首长，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个新想法，接下来我想做单兵机甲。你这小子真是一刻都不肯闲着呀！玄开龙旗这么重大的战略任务你刚完成，先别绷得那么紧，先好好休息休息，放个长假，想去哪儿玩直接去，上面会派最精锐的人员暗中保护你，保证你的人身安全。嗨，首长不用那么麻烦，这单兵机甲对我来说就是个小东西，我就当边休息边当个乐子做，顺手就搞出来了。好小子，我就喜欢你这股拼劲儿。既然你闲不住，那就放手去做。首长，那军方对这单兵机甲有什么具体标准吗？标准嘛，首先核心就是便携，其次要能切实强化单兵的机动性和战斗力，总重尽量轻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得能完美集成现有的单兵枪械，或者加装一些其他的攻击手段。能做到吗？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丁接到新订单单兵机甲，具体要求如下：任务完成后可获得100年寿元，星际科技点3000点。星际科技点？对啊，上一笔完成玄凯龙旗的科技点已经到账了，星际科技商城现在肯定已经解锁了，里面绝对有不少好东西。等回去必须马上好好研究一下。100年寿元给的挺多啊，不过再来100年，我120岁，岂不成老怪物了？管他呢，总比下个月就死来的强。陆明，拿着。首长，这是你的专属银行卡，这是里面有你这次研发机甲的全部奖励，还有之前那把手枪的后续奖金。你把这些跨时代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交给国家，国家绝不会亏待功臣，各种专利费、授权费都在里面了。这里面大概有多少？总计3亿左右吧。现在它是你的了，这张卡在任何一个银行都可以直接取钱，安全性是国家最高绝密级别的，你放心用。3亿，首长这太多了吧？首长，如果没有您的知遇之恩，没有您一路的力挺和顶着压力支持我，我根本走不到今天。这钱我不能全拿，我必须分给您一部分。胡闹！这是你凭真本事拿命熬夜干出来的，是你应得的。我一个糟老头子，吃穿都在部队，我要钱干什么？再说了，估计你以后也不怎么需要用到钱。以你现在的国宝级贡献，你想要的一切资源、设备，甚至是生活需求，都可以直接打报告申请，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国家全部包办。这只是金钱上的奖励，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级待遇，晚点你们高总会详细给你介绍。至于这些钱，年轻人嘛，总有点自己的小爱好，你有什么想实现的梦想，想买什么就尽情去花，去实现它，随便花，一切生活成本国家供应。我终于过上穿越者的正常生活了。好，首长，我明白了。陆总师，欢迎凯旋！各位战友，这段时间大家没日没夜的熬，辛苦了。刚刚首长亲口对我说了，国家对咱们玄凯龙旗项目给出了最高级别的肯定，咱们做出来的东西是国之重器。不仅如此，首长还承诺了丰厚的奖励和资源倾斜，国家绝不会亏待我们每一个流血流汗的人。陆总师威武，祖国万岁！不过大家先别急着放松，上面又给咱们派新活了。下一步由我带头主持，咱们要全力研发单兵作战装甲，这又是一场硬仗。怎么样？大家还有没有精力？有。好，大家先回去好好休整，核心团队明天准时开会。陆明，你跟我来一下。来吧，陆明，签字。手可能会有点酸，但保证你越签心里越爽。这么多，这都是些什么？这是国家给你分配的住房使用权。
京城香山附近一套顶级独栋别墅，带独立安保和防爆系统。不仅如此，全国范围内你任选城市、任选地段，只要你看中的别墅，直接进去住，国家全包。这待遇绝了！还没完，这份是国家级科研机构的最高协调沟通借调的权限，以后国内任何顶尖科研所的人才、设备，哪怕是国宝级的仪器，只要你需要都可以协调。还有，你以后的一切基础生活开销，不管吃穿住行，全部顶个供应，国家买单。最后这份是你的私人安保队伍配备，全天候保护你的绝对安全。签吧。好家伙！我那张黑金卡里揣着3亿，系统那边还奖励了2亿多，加起来大几亿的现金。可是现在房子国家发，车子国家配，连司机、卫队和每天吃什么都有人管，想要什么科研设备全免费。我这钱好像真的1分钱都花不出去了，这才是真正的穿越者的待遇吧？呼，签字也挺累，累，有成果，累也是值得的。高总，我有个私人的想法，这次大家跟着我拼死拼活，熬红了眼，我想以我个人的名义，给基地这3000多号兄弟发一笔奖金。个人名义？你打算怎么发？普通工作人员每人发1万，技术人员每人5万，核心研发团队每人10万。这笔钱从我自己卡里出。陆明，你有这个心绝对是好事，大家也肯定感激你。但是直接以你个人名义漫天撒现金，影响不太好。那怎么办？我卡里这钱放着也是一串数字。不如这样，咱们换个思路，以你的名义直接建立一个科技基金会，兄弟们的奖金就作为内部奖励从基金会里出，而且打出你的招牌，以后还能用这个基金会吸引一些外部投资，去帮助其他有潜力的民间科技项目，一举两得。基金会听着不错，但我完全不会操作啊。哈哈，你要是信得过我，这事儿交给我来办就行，你只管做甩手掌柜。高总办事，我1万个放心。那就这么定了，我第一次先往里头拿出1个亿当启动资金，先把兄弟们的奖金发了，剩下的以后再说。1个亿眼都不眨一下，首长果然没看错你。好，你就专心去搞你的研究，剩下的不管你想做什么，交给我搞定。系统打开星际科技商城。我去，暗能量武器、空间跃迁设备、曲率引擎，连2向箔和思维领海都有。这系统商城简直是宇宙百货大楼啊！我累死累活，我造成超个超大型机甲才奖励2万，这得攒到猴年马月去。星际无土栽培种菜技术，长距离长时间星际分航行维生系统，星际采矿设备，还好，这些接地气多了，不仅实用，价格也便宜。系统，给我兑换超刚性材料质变、将超净超导材料制造、纳米技术，还有小型方舟反应堆技术。5项现在最顶尖的技术，一共才花了800多点，这么便宜。提示宿主，随着地球当前最高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星际科技商城内的换物价格将会进行动态下调。还挺合理，不然100万点我不得累死在实验室里。既然如此，那就赶紧把单兵机甲搞出来，然后找国家要个超级大项目。只有不停地拉升地球科技水平，科技点才能哗哗的涨，商城里的东西才能打折。庄稼厚度还在家里。兄弟们，都先停一停手里的活，开个短会。陆总工，您不是刚跟高总谈完事儿去休息了吗？怎么又来了？休息什么？灵感来了，挡都挡不住。陆总工，常温超导，还有这个小型方舟反应堆，您是认真的吗？这可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终极能源形态啊！我差不多都已经想好了，马上建档，立刻上实验。材料组、能源组、结构组，今天晚上就把理论框架给我搭出来。牛逼，干了！跟着陆总工，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值了。干，跟着陆总工干！果然，理工男的浪漫好简单。首长，给陆明筹备的那个科学基金会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差不多了，国内几个顶级的龙头企业都投了重资，专门用来帮扶应用科学方面的研究。好，办事效率不错。陆明是我们华夏的国宝，这层保护伞和钱袋子必须给他撑硬实了。那是自然。另外，首长，陆明那边已经开始新项目了。这小子还真是个拼命三郎，这才闲了几天，一点都不带休息的。不过挺好，有野心。还是老规矩，陆明项目上的所有资金物料供应，你那边全部给他顶满，一路绿灯。首长，但问的题恰恰就出在这儿。怎么？有人敢卡他的脖子？不，是这次陆明什么重型物资和巨额资金都没有申请。没申请？那他怎么搞机甲？靠敲铁皮吗？他就是打了个报告，借用了一个纳米实验室，还有一台小型粒子对撞机。这2处地方本来就有些基础材料和现成设备。你说什么纳米实验室？他这是要直接跳过传统外骨骼搞纳米战甲？看他这架势，8成就是。首长，这技术跨度太吓人了，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不管他，只要他不把天给捅破了，其他一切都不是问题。这小子脑子里到底装了多少东西？他简直是个怪物。等等，我记得那个纳米实验室和粒子对撞机中间隔着上千公里，这小子难不成每天2头来回跑着盯进度？首长，这正是我觉得最离谱的地方。
他根本没动弹，人就稳稳地坐镇在不周山基地指挥。不去现场，那这别种精密实验怎么做？我特意去了解了一下，他仅仅用了1天的时间跟不周山基地的工作人员开了个会，然后他直接拿出了全套的实验数据、理论模型，每一道手工程都写成了明明白白的操作手册。下面的人手里拿看能总控，跟着一步步推进就行了。哪怕是出了一丝偏差，他预留的备用方案里都写得一清二楚，完全是降维打击。别人几10年都摸不到门槛的路，直接铺成了高速公路。这就是真正的天才啊！陆工，对撞能距已经逼近红线，底层粒子结构极度不稳定，反应堆温度超标了，再不停机设备就要炸了。慌什么？磁场约束网格向左微调0.3个单位，能量注入频率降低2%，继续加压。微调完毕。可是，天哪！粒子出现塌散迹象。注意现在，锁定引力波段。锁定成功，全新同位素元素合成完毕，原子序列极其稳定，各项指标完美契合您的理论模型。陆工，我们居然真的做到了，您简直是神！陆总工，纳米碳管与新型同位素合工顺利完成，这材料的分子链结构，天啊，拉伸强度竟然是目前最顶尖钛钢机的300倍！别激动，这才刚过高格线，立即切断热源，用液灯进行0.5秒的瞬时冷却，把它的延展性彻底催化。冷却完毕，材料完美成型。这种强度的纳米结构，别说外骨骼了，就算硬扛穿甲弹的零距离直射，也连个凹坑都不会有。我们创造了材料学的奇迹。动作快点，立刻进行真空封装，马上派专机公运到不周山基地。我这边的进度可不等人。陆工，您这几天没日没夜的敲代码，居然凭一己之力敲出了一个真正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神经元网络中枢，这运算逻辑简直比国家超算中心还要恐怖。只有这样的大脑，才能在0.01秒内，同时且精准地控制上亿个纳米机器人的形变和重组。传统的控制系统根本驾驭不了纳米战甲。报告陆工，您之前吩咐的新元素核心和高强度纳米装甲材料，刚刚已经全部签收进入基地仓库。各位，这一周大家跟着我连轴转，辛苦了。但今天我们不仅要完成总装，更要亲手推开新时代的大门。陆工，您别说了，能参与到这种跨时代的绝密项目中，是我们这辈子最大的荣幸。陆总工，下命令吧，大家伙早就热血沸腾了。神经元控制中枢，接入最高权限，解除安全锁，各项环境参数正常，机械臂液压与微型字符系统稳定，磁悬浮平台矩阵已就绪。各位，最后的总装，开工。钟老，成了。陆明那边刚汇报，单兵机甲完成了。你说什么？这就完成了？这才过去几天？不到10天。什么？这小子太牛了吧！走，赶紧带我去基地，我要亲自看看。钟老，您先别急着下楼，不用去实验室。不去实验室？机甲那重型装备不放实验室放哪儿？陆明说这是绝对的轻量化，拎着就上来了。极致轻量化，这么牛的吗？陆明人呢？快叫他进来。他刚才上楼的时候，在走廊被徐老给拦住了。这会儿2人正说话呢。坏了，老徐那家伙最会挖墙脚，只要是尖端人才，他撒泼打滚也得弄走。快，咱们得赶紧把陆明救回来。老徐，你给我撒手！钟老，您这是？陆明啊，老徐刚才没给你开什么条件吧？他那个人嘴里没实话，你可千万别上当。徐老就是好奇，问我这几天在研发中心捣鼓出了什么宝贝。那你说了没？我就说了手枪和玄凯龙旗，单兵机甲还没，毕竟还没经过审核。那就好，那就好。陆明，机甲呢？你不是带过来了吗？运货的小组在后面。钟老，就是这个。这是单兵机甲，陆工，这就是你说的轻量化。钟老，这表里面集成了上亿个纳米机器人，这是目前全球唯一的纳米战甲，平时以手表形态待机，方便随身携带。真的？要不还是你先试给我看看吧，毕竟是你搞的嘛。好。系统接入。我的天哪！这真的是机甲。钟老，单兵机甲烛龙汇报完毕。好，不到10天，陆明，你推开了一个时代的大门呐！机甲部内置了神经元感应系统，不需要任何复杂的物理操作面板，仅凭大脑意识
就能直接操控，而且它搭载了最先进的智能辅助系统。一般的战士只要穿上一次，根本不需要经过长期的专项培训，就知道该怎么使用它。不用培训，穿上就能形成战斗力？对。另外，因为是由纳米机器人构成，它可以自动拉伸收缩，适配各种体型的人。不过有一点，如果使用者的体型过于庞大，被过度拉伸的纳米装甲在某些部位的防护力可能就不如正常体型那么出色了。这机甲，简直就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东西。不成了。直接按。哎呦，我的老天爷！陆明，这安全吗？钟老可是一把年纪了，这要是摔着碰着，可怎么得了？高总放心，没事的。智能系统会自动检测驾驶者的平衡状态，实时调整姿态，绝对摔不下来。那安全性呢？这层薄薄的壳子，真能当防弹衣使？机甲表面随时覆盖一层能量立场，能够抵挡20毫米以下机炮或者常规枪弹的直射，驾驶员绝对不会受伤。当然，如果驾驶员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挨了一炮，巨大的冲击力还是会把人打飞出去。但机甲内部的智能缓冲系统保证它绝对不会撞伤。至于常规的爆炸，只要不是直接砸在脑头上，都不会导致驾驶员受伤。好东西，陆明，那武器系统呢？为了追求极致的轻量和便携性，我舍弃了传统的实体枪弹。烛龙拳击采用纯能量武器，手部和胸口都设有高能粒子发射口，肩部还隐藏了一套360度无死角的自动防卫系统，可以自动拦截来袭威胁。全是能量武器，那能源耗损能撑得住吗？动力核心是微缩方舟反应轮，它可以供应6小时的高强度不间断射击。如果是用来飞行，它可以支持20万公里的极速航程，或者是50万公里的巡航航程。50万公里，绕地球10几圈。对，而且它的巡航高度可以直接拉到近地轨道。机甲内置了完美的保温系统和氧气供应系统，就算能量用完，更换反应炉的材料也非常方便。陆明，你的意思是我现在就能直接飞上天了？钟老，使不得呀！这可是大院儿，头顶上全都是最高级别的防空系统，您稳着点，千万别冲动啊！是不是？是。是。我操！小高，你们几个搁这儿拆家呀？拆什么家呀？要出大事儿了！高总，我可以，什么可以不可以的？陆明，你就在这儿待着，哪儿也别去，我去联系空管局。我的个老天爷！可千万别让咱们自己的战斗机把钟老给打下来。陆工，你也在。我刚在外面看着我爸这屋的玻璃突然爆了，一团火光嗖的一下飞了出去。什么情况这是？哎，我爸呢？钟老在亲自试验新型的单兵机甲。你是说刚才从这儿飞走那个窜天猴是我爸？那高总呢？他干嘛去了？高总去联系空管局了，他怕咱们家的战斗机把钟老当成不明飞行物给打下来。我操！娘的，今天有一场实弹级别的低空防空演习，别特么让防空炮把我亲爹给干下来！你就在这儿待着，看我爹啥时候回来。实际上，我这儿能直接联系钟老。钟老，能听到吗？听得太清楚了，痛快，太痛快了，这速度比坐火箭还带劲儿。钟老，今天有战斗机巡逻，下面还有低空防空演习，随时可能开火，要不您先回来。管他呢，让我先过过瘾再说。我这机甲体型这么小，雷达不一定能扫到我，防空炮能打得中我。可是没什么可是的，陆明，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这机甲就现在这种情况，能不能保证我平稳落地？能是能，可是钟老，能就一点问题没有。我玩一会儿就回去，挂了啊。我操！什么玩意儿飞过去了？指挥部，猎鹰报告，在我机右侧发现不明高速飞行物，速度极快，正在抵近侦察。我的天，人！前方不明飞行物，请注意，你已进入龙国领空，立即减速并表明你的身份，否则我将采取强制击落措施。重复，立即表明身份。身份去系统里查查，龙军00000058。00000058，这是最高将领序列号，这是钟老。继续执行你的巡逻任务吧，别跟着我了。指挥部确认了，是钟老，我在天上看到钟老了，他在天上飞。不，他没坐飞机。报告营长，雷达捕捉到不明飞行物，速度超过3马赫，正直接闯入我们防空演习核心区域。什么？3马赫？演习场早就清空过呀！敌袭！启动1号紧急预案，全部防空火力给我锁定它，开火！哈！太慢了！就这火力也想摸到我？这到底是什么神仙装备？能在这种饱和式火力网里跳舞？导弹追不上，炮弹打不着，见鬼了！给我继续打！请示！快停火！那是钟北河将军。痛快，陆明，你小子真是个神仙！这逐龙机甲的机动性简直绝了，导弹在我屁股后面吃尾气，我这辈子就没这么爽过。老钟，你还好意思笑？怎么了，老徐？谁惹你不痛快了？你闯了防空营的演习区，把人家的阵型搅得一塌糊涂。刚才防空指挥部电话都打到我这里来了，你无组织无纪律，准备直接背个处分吧？哼，背个处分怎么了？随便他们给。你这老家伙，一大把年纪了。不要老脸了，我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乎区一个处分？老徐，你不懂，背处分只是一阵子，但帅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儿。陆明啊，真是年轻有为，国之栋梁啊！徐老过奖了。陆明，你看这陆战装备你也搞得差不多了，有没有兴趣来我们海军转转？只要你点头，航母、核潜艇随你折腾，经费不设上限。哎，老徐。你过分了啊！当着我的面挖我的墙角，还要不要点脸了？什么你的墙角？陆明是国家的宝贝，凭什么只能在你们这儿耗着？陆明，你别听他瞎忽悠。你今天辛苦了，先回去休息。你放心，各种奖励还有最后的审核结果，我马上让人加急去办，很快就通知你。快走！那钟老、徐老，我就先走了哈。走吧，辛苦了。对了，这手表你也带回去，技术人员到时候直接去你那儿。赶紧拿走，别让这老小子找机会体验。我穿机甲的照片放那儿，就能让他羡慕一辈子。钟老，您还拍照了？没有啊，监控里有，扣2张就完事儿了。哎，小陆别急着走啊，那机甲我……小陆你累了，回吧，回见啊！有时间到家里吃饭。钟老鬼，你什么意思？话都不让说。小陆是我的人，什么你的？那是国家的。哎，你在这儿给我上价值啊？陆明现在严格意义上是我们装备部的人，我手里还有好几个绝密任务要交给他呢。你们海军想要什么东西，可以自己打报告去装备部申请吗？申请？等你批下来，黄花菜都凉了。今天这人我要定了。看来接下来的日子可不会无聊了。您就是陆总工吧？终于见到活的了。我是您的新任助理徐音。哦，你好。
陆总工，我对您可是仰慕已久了。您之前研发的那把手枪，后续的微调和实战化改造工作，就是我负责跟进的。您的设计简直太天才了。高总，这什么情况？陆明啊，徐音是上面经过层层选拔，筛选了很久才挑出来的高端人才，他的到来绝对会给你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极大的帮助。白给你的，你接着就完了，别多问。行吧，那以后就辛苦你了。不辛苦不辛苦，陆整工，您平时都喜欢干什么呀？口味偏甜还是偏辣？喝咖啡还是喝茶？我当您的助理，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禁忌吗？您尽管吩咐。这姑娘还挺漂亮，性格也不错，可我怎么总感觉不太对劲呢？上赶着不是买卖啊。都行都行。那个我去趟厕所，你先去研发中心办公室熟悉一下环境吧。高叔，这回可谢谢您了，我可是求了我爷爷好久，他才给我争取来这个机会的。您该怎么对陆明说，还有该怎么对钟伯伯那边说，您都知道的哈。小祖宗，我知道，你就放心吧。但我可得把丑话说在前面，钟老要是知道你在这儿，他要做什么，这个我可阻止不了。那没事儿，钟伯伯那边的事儿我爷爷会去处理的，他们吵他们的，我做我的。对了，高叔，研发中心办公室往哪儿走啊？走廊尽头右拐，最大那间就是。好嘞，谢谢高叔。弄了个小姑奶奶过来啊，陆明，你自求多福吧，这事儿我可帮不了你。陆总工，水温刚好的，您先喝口水润润嗓子。好。哎呀，这些图纸怎么能乱放呢？我帮您整理好。对了，陆总工，这个能量阀门的转换率您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昨晚推演了好几遍都没搞懂，您能教教我吗？这个其实是利用了……你说着，你这都做了2个小时了，我给你捏捏肩膀。还是感觉不对劲，到底哪儿不对劲呢？徐音，你怎么……老钟，今天可是为了国之重器开会，少扯那些家长里短的，聊正事。好你个老狐狸！我说你怎么突然？你居然给我玩暗度陈仓！我说了啊，这是正式会议，不要扯那些家长里短。你说是吧，聂老？你个老狐狸！哦，怪不得我感觉不对劲呢。不争气的东西，结婚那么迟，娃都不生。不是，爸，我闭嘴，开会。我招谁惹谁了？几位首长好。我是陆总工的助理徐音，今天负责会议记录。各位首长，人都到齐了，咱们就开始吧。陆明啊，这次叫你来是有大活交给你。钟老，您尽管说吧。为了提升国家的战术打击能力，我这边的构想是必须开发出一种超强的动能武器，要么是高能电磁炮或者激光武器的轻量化，要么是大当量武器的小型化，还有要与之适配的发射系统。这个主要是做正面对抗。我们海军的要求更迫切，我们需要对现役航母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全面升级，速度、火力、续航都不能差。我们不打算建造大批量的航班斗群，但必须用有限的力量对抗鹰将的所有航母战斗群。当然，这只是构想。陆明，你能做到什么地步就做到什么地步，空军也不能落下。我们要的是超高性质的战机，突防能力必须是世界顶尖，速度要快到敌方雷达完全反应不过来。最重要的是，必须具备全球实时投送的能力。一样，不要求全部搞定，能做到某一项就是突破。陆明，这3个构想，每一个都是地狱级的难度，标准更是苛刻到了极点。我们不要求全部搞定，这是一个偏长期的任务。你仔细斟酌一下，看看这3个方向，你打算先挑哪一个接手？只要你点头，全军的资源随你调配。3位首长，我已经选好了。哦，选了哪个？是我的动能武器对吧？肯定是航母升级平台，对不对？这3个项目我全都要。全都要？陆总工，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这3大项要求南辕北辙，要是同时推进，哪怕倾尽全国顶尖科研力量，10年内也未必能全拿下来。如果把它们拆分开来，确实南辕北辙。但是，如果把它们组合成一个整体呢？超强的动能武器作为主炮，超高速的综合平台作为舰体，再加上全球投送的超高性能战机作为舰载机，然后再搞定与之配套的各种设施、动力系统。3位首长，只要结合起来，这就是一套超时代的空天母舰。天啊，陆明这么敢想的吗？太帅了！
徐，老聂，过来一下。这小子疯了吧？空天母舰，那可是科幻电影里的玩意儿，现在蓝星上的技术连个边儿都摸不到，这跨度太扯了。我看啊，陆明就是太年轻，不想得罪咱们3个中的任何一个，才故意把摊子铺得这么大。这3大项整合在一起，根本不可能完成。不管他是不是托大，以陆明展现出来的恐怖天赋，哪怕他只把这个空天母计划完成个10%，对咱们龙国的军工也是跨时代的飞跃。对呀，就算他最后只弄出个超高速平台，咱们海军也赚翻了。那就让他放手去干，咱们几个老骨头给他兜底。行，干了。自从陆明来了，还从来没让我失望过。陆明，你的设想我们听明白了。既然你有这份魄力，国家绝不会拖你的后腿。我们刚才商量过了，决定直接向上级为你申请1000亿的专项启动资金，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全军一路绿灯。检测到宿主触发终极军工任务——空天母舰。由于该设计过于复杂，相关标准与海量图纸已形成加密文件，请宿主自行在系统空间查阅。任务完成奖励100亿私人资金，1000年寿元，50万星际克数点。50万星际科技点，我的个乖乖，果然还是大活赚得多啊！有了这些科技点，以后什么逆天装备兑换不出来，干了！多谢3位首长的信任，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好小子，有冲劲儿！对了，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之前搞出来的逐龙机甲和玄凯龙旗，军部的各项实战审核都已经顺利通过了。通过了就好。我跟你说啊，1号首长看到报告后非常开心，本来今天是要亲自来见你这个大功臣的，只不过樱花国最近在海域上又跳脚炸词，1号首长正在紧急处理那边的事端，等他忙完这一阵，必定亲自过来给你开表彰会。不仅如此，军部高层已经全票通过决定，逐龙机甲和玄凯龙旗将全面投入流水线生产。首批订单我们已经下达了，预计先生产1000架逐龙机甲，还有4架玄凯龙旗，咱们龙国的王牌部队即将迎来全面换装。不过陆明啊，这2个项目毕竟是你一手带出来的，技术核心全在你脑子里。你在研究空天母舰的空闲时间，军方希望你能随时对这2条量产线进行不定期抽检，确保万无一失。没问题，生产线那边我会兼顾，绝不让次品流入部队。至于空天母舰，图纸和基础架构我会尽快拿出来，咱们准备开干。根据 CIA 的绝密情报，龙国人正在这个叫不周山的基地里搞一个跨时代的超级工程。不管他们搞什么，这绝对会消耗他们绝大部分的国力和精力。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绝对不敢在外面惹事儿。那这也就是我们的机会。我们的全球霸权现在正是恢复的时候。部长阁下，主席阁下，你们总统阁下叫我过来，就是因为这个吧？哈哈哈哈哈！高仓首相就是这个原因。既然龙国人想闭门造车，我们就把门给他们焊死。计划已经拟定好了，我们英达会牵头所有西方盟友，启动最高级别的技术制裁，所有高端半导体、稀有航天材料全部对龙国实施禁运，同时冻结他们在海外的一切技术资产。我要让他们连1颗高端合格的螺丝钉都造不出来。那我们樱花国需要做什么？你们就在这里，给我狠狠地挑事儿，扣押他们的渔船，派军舰去钓鱼岛临海晃悠。让他们疲于应付，让他们没办法专心搞研究。我们会派出第7舰队，配合你们在亚维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军演。明白。只要我们步步紧逼，龙国为了保住那个超级工程，就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到时候我们就能趁机狠狠敲诈他们一笔。如果他们保不住，那对我们更好。3军批文已到，同志们，从现在起，空天母舰昆仑号的研发正式启动。系统调出商城界面，能用星际科技点兑换的东西，果然香啊！不过现在不着急，不如先用系统现有的免费基础技术，把咱们地球的整体科技水平先拉上去。等基础打好了，以后再兑换高阶技术，会便宜不少。陆总工，您要的全国科研机构对接清单我已经全部整理完毕，各大顶级研究所的负责人正全先后待命，随时可以投入工作。干得漂亮！接下来我们要把昆仑号这座大山拆解成无数个子项目，精准分发下去。陆明，我带着团队已经按照你给的清单，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紧急调运物资了。辛苦了，高总。
稀有航天材料和高端半导体这几块情况怎么样？国内的库存和产能已经全部拉满，但缺口依旧很大。我们正在通过海外的几个秘密渠道进行大量采购，资金已经全部打过去了。好，材料一到，一切就可以开始了。今日凌晨，鹰将宣布对龙国启动最高级别技术制裁。随后，西方多国宣布跟进，全面切断对龙国的高端半导体及稀有航天材料供应。与此同时，樱花国海上保安局在东海海域强行扣押3艘龙国远洋渔船，并非法逮捕17名渔民。樱花国护卫舰已进入钓鱼岛海域巡航，并公然登岛插旗造势。鹰将第7舰队已开赴东海海域，鹰将军方发言人公开放话，绝不容忍龙国改变地区现状。若龙国动武，鹰将将全面直接介入。这群王八蛋，脸都不要了！小高，海外采购渠道到底怎么样了？全断了。那些原本谈好的材料供应商，连违约金都不要了，单方面撕毁了合同。最可恨的是，我们有一批已经装船出港的稀有金属，竟然在半路上被鹰洋的军舰强行截胡了，欺人太甚！他们在挑衅我们的底线，又在技术上掐我们的脖子，这是要把昆仑号扼杀在摇篮里啊！他们的情报系统发力挺狠的啊！钟老、高总，材料库发来紧急报告，特种钛合金和耐高温残材料的库存见底了。如果没有这批核心材料，昆仑号的外层装甲连一块都造不出来。完了，没了这些禁运的高精尖材料，我们的研发进度至少要停滞好几年。难道这次真的要被西方给捏死在手里了吗？既然他们把高端材料当成宝贝一样捂着，那我们就不用了。不用了，陆明，你别开玩笑，昆仑号可是要在太空航行的，不用那些稀有金属，难道用铁皮去糊吗？高总，你现在马上联系国最普通的工业碳钢，再调一批最基础的稀土元素过来。普通碳钢？陆总工，这普通碳钢连大气层的摩擦高温都扛不住，怎么可能用来造空天母舰？那是以前，我刚刚研发出一套全新的材料合成配方，只要把特定比例的稀土元素融入碳钢，就能彻底改变它的结构。走，跟我去实验室，样品我已经做出来了。陆明，这也就是你说的用普通碳钢和稀土合成的新型舰体材料？没错，开始测试吧。第一项，极限高温测试开始。我的天哪，连一丝融化变色的痕迹都没有，这耐温性能比我们之前进口的顶级隔热材料还要强得多！快，测它的硬度和抗冲击力。硬度测试启动，换上高强度金刚石钻头，最大压力。陆总工，钟老，数据出来了，这块材料的分子结构很稳，它的硬度超过了目前世界上最顶级的钛合金整整10倍，抗冲击能力直接拉满了。陆明，你简直是个神仙！有了这配方，我们的材料要多少有多少，直接粉碎了他们的封锁。好啊，好！银江以为掐断了材料供应就能逼我们低头，做梦！我这就去汇报1号，银江的制裁我们不惧。各位代表，这就是龙国渔民非法越界、暴力抗法的铁证。更可怕的是，根据我们的确切情报，龙国所谓的不周山基地根本不是什么科研项目，而是在秘密研发大规模杀伤性太空武器，试图独霸太空。
但我要在这里呼吁：太空属于人类，太空属于我们所有人。樱花国代表说的没错，这都2个月了，龙国没有任何回应。龙国近期疯狂封锁消息，拒绝一切国际交流，这本身就是做贼心虚的表现。我代表自由世界呼吁，全球各国必须联合起来，对龙国实施最严厉的技术和经济制裁，除非龙国立刻无条件开放不周山基地，接受联国和我们的全面核查，否则我们绝不能坐视这种威胁全人类安全的行为。受英狗等国煽动，国际社会对我国施加了空前的压力，国内部分民众也对我国的国际处境表示担忧。这帮强盗自己技术搞不过，就开始玩这种下三滥的政治施压，造谣生事，还想强行查我们的基地探底，做梦！可是现在的国际舆论对我们很不利，国内网友天天看这些假新闻，也有些焦虑和恐慌了。我们的资金现在审查很重，很难下来，是钟老他们3个各处接界才支撑得住。果然，动作大了，能影响到的东西也就更多了。不过，我们前期资本量大，主体工程已经差不多了。什么？主体已经差不多了？太不可思议了！2个月呀，主体框架竟然真的拼起来了！陆明，你带人日夜赶工，简直创造了奇迹。这只是个骨架，空天母舰真正的心脏和獠牙在控制室。徐音，双模式反重力引擎和仿托卡克聚变发动机的核心部件调试的怎么样了？陆总工，测试数据全部出来了。蓄变发动机的能量输出极其稳定，反重力模块的升力数远超我们最初的设计标准300%。很好，有了这颗心脏，昆仑号就有近地轨道作战能力了。不止这些，舰载机弹射系统、大功率火炮模块，还有全舰信息战系统，已经全部同步完成基础搭建，兼容率达到完美。我们现在的武力配置超模了。太好了！英将那帮人如果在联国上知道我们这2个月造出了什么怪物，恐怕会吓得连夜把决议草案吃了。龙国到现在连个屁都不敢放，看来他们的研发彻底瘫痪了。所谓的强硬不过是虚张声势。局长英明，他们现在肯定资金断裂，技术受阻，焦头烂额。接通7号卫星，用我们最先进的侦察卫星绕过他们的常规干扰网，我要清清楚楚地看到不周山基地和天宫船坞里到底藏了什么破铜烂铁。明白。卫星已变轨，正在接近目标上空，高精度光学镜头开始捕捉。画面传回来了，怎么回事？信号被切断了？不是信号切断，是我们的卫星镜头被一种未知的太空防御系统强行致盲了，满屏都是高频干扰电波，完全穿透不了。不可能，这是我们最高精度的卫星，他们怎么可能精准拦截？龙国到底在地下藏着什么底牌？哼，连鹰教的侦察卫星都拍不到实质内容，只会用干扰系统当遮羞布。看来龙国是真的在硬撑，连掩盖无能的手段都用尽了。有鹰将在背后给我们撑腰，现在是我们夺取主动权的最佳时机。传我的命令，立刻让海上自卫队的突击队前往钓鱼岛海岛进行武装巡逻。我要让全世界看看，龙国现在就是一只拔了牙的老虎。据前方最新消息，樱花国海上自卫队公然无视我国主权，派出武装突击队在我国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所谓常态化巡逻。此等挑衅行径引发我国民众强烈愤慨，全网震怒。无数网友自发留言，强烈呼吁军方立刻出兵，收回岛礁，捍卫国家尊严。陆明，快看，外面都快翻天了！
樱花国的高仓晚涛彻底疯了，借着阴阳的事儿，直接派突击队到咱们家门口耀武扬威了。国内网民现在群情激愤。陆明，你看咱们要不要先暂停一下基地的研发进度？钟老他们那边有点撑不住了。高总，我有一笔资金，先投吧，最后一哆嗦了。你那点奖金2、3亿的，不够啊？足够了。3天后，昆仑号空天母舰所有武装模块和动力系统调试彻底结束。这么快？3天？陆明，听说你只用了3天就完成了全部研发和组装，我可是把手头的工作全推了，专程带大家来看你的答卷。首长，绝不会让您和各位首长失望，请看大屏幕。这体型，鹰将的核动力航母在他面前简直就是个玩具。首长们，空天母舰昆仑号首次全系统测试已经准备完毕，开始。好一个反重力升空，这速度、火力系统和实战压制力怎么样？主武器测试准备就绪，目标锁定，高能激光主炮充能完毕，开火！舰载机编队全面出击！太可怕了！这种天基降维打击能力，全蓝星的防空系统在他面前简直就是废铜烂铁。我就知道，陆明不会让我们失望的。好小子，你真是干了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你给咱们国家造了个定海神针啊！等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了这能碾压全球的国之巨器。我看以后谁还敢再欺负我们龙国？首长，这还只是常规的武力威慑，其实昆仑号还有一个极其特殊的战术功能。哦，还有什么功能？地区性绝对信号屏蔽测试。我们之前已经测试过，昆仑号的干扰矩阵一旦开启，足以稳定影响并切断方圆100公里内的所有电子信号、雷达波和卫星通讯。此时的昆仑号，除了我们内部的绝密通路，没有任何人能看到，除非近距离目视。方圆100公里，长达3个小时。好啊！我之前还担心保密的问题，所以选在了现在这个时间点，近地轨道那个位置谁也探查不到。没想到啊，昆仑号既能主动防御，还能直接干扰。既然这样，那樱花国的事儿就好解决了。陆明，为国出征的时候到了，时刻准备着。指令：开启全局隐身模式。是，隐身模式已启动。超强能量场，最大功率输出，干扰矩阵全频段干扰。报告，雷达信号全部丢失，卫星通信彻底中断，我们被彻底屏蔽了。八嘎，反击，给我开火！所有人放下武器，投降！你们是什么人？竟敢袭击樱花国议会！高仓女士，接电话。可现在没有信号。我让你接电话。首相阁下，完了，全完了！横祖贺基地彻底沦陷，我们的所有武器设备被瞬间蒸发。龙国有几百米高的超级机甲，是怪物，
是神明，我们毫无还手之力啊！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听好，我们龙国不希望在以后听到任何关于今晚发生之事的哪怕半点消息。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因为今天的事对我们龙国展开质问，或者你樱花国高层在没有向我龙国报备的情况下私自离境，再或者我们查探不到我们留在你们身上的监控信号，5分钟内龙国就会对樱花国展开全面斩首行动。我知道了，我绝对保密。可是，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监控我们的？这个你没必要知道，不过可以顺便提醒你一句，鹰将也在我们的监控之内，不要妄图寻求他们的帮助。连鹰将都被他们监控了，龙国现在的力量到底恐怖到了什么地步？你们京都现在的通讯已经全部中断，等恢复之后，1分钟之内，你的主子就会给你打电话询问状况。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自己掂量。另外，你之前对我们龙国做的那些事，我希望你知道该怎么解决。撤！陆明啊，我有个问题，你让忠良跟那帮樱花国高层说，咱们监控了他们，连鹰将都监控了，可咱们明明什么监控都没装啊，就不怕被拆穿？管他呢，咱们没监控，他们也不知道啊。你小子还是你有办法。高仓晚到，你们京都到底搞什么鬼？为什么信号全部消失了一段时间？是不是出大事了？威尔逊先生，这边有点紧急情况需要解决，我一会儿打给你。首相阁下，龙国的人走了，我们要不要赶紧向鹰相全盘托出球员？刚才他们说监控，说不定只是恐吓。球员？你脑子里装的是什么？恒西鹤基地瞬间蒸发，10几架根本无法理解的机甲就在刚刚拿武器指着我们的脑袋。你告诉我，拿什么球员？你想拉着我们所有人陪葬吗？从现在起，必须按龙国说的做。谁敢阳奉阴违，我第一个毙了他！我要立刻向龙国表明态度。高仓晚刀，你竟敢挂我电话！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威尔逊，我忍你们很久了。你们鹰将天天在东亚地区煽风点火，破坏地区平衡，根本不把我们的死活放在眼里，简直是不当人。你说什么？你疯了吗？等等，你们京都刚才通讯瘫痪，是不是龙国对你们施压了？他们挟持了你们，对不对？不然你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哼，收起你的被害妄想症吧。通讯瘫痪是因为我们在某个军事基地进行电磁武器试验时出现失误，形成了电磁能量爆而已。我们对龙国态度的转变是我们高层商议的结果。我们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这事儿跟你们没有半点关系。再见。立刻草拟通告：第一，对之前针对龙国的所有制裁行为公开道歉；第二，无条件立刻释放所有扣押的龙国船员；第三，关于给龙国造成的损失，只要是沾边的，全部按条款赔，全部给我顶满赔偿。首相阁下，全部顶格赔偿。
这是不是对他们太好了？我们帝国的荣耀，蠢货，荣你八嘎的耀，死了要个屁的荣耀！首相阁下，我刚才仔细想了想，我今天刚去过一个试验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我的身上并没有任何电子设备，我现在还带着一个手环，如果我被监控设备监控，它就会报警。可现在并没有。没监控，龙国能瞬间突入我们防卫最严密的议会大厦，能瞬间灭掉横小贺军事基地，让所有雷达形同虚设。你猜猜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能力搞出一个不需要任何电子设备的监视系统？就算他们没有，那又怎样？他们可能没有监控，但他们肯定有在短时间内把我们全部斩首的能力。别把我们全部害了！这群养不熟的白眼狼，高仓晚道不仅公开给龙国道歉，还要给他们顶格赔偿。我们的联合制裁计划彻底成了全世界的笑话。现在不仅是英华国，欧洲那几个主要国家也连夜撤销了对龙国的制裁。他们看到英华国反水，也感觉到了不对。完了。现在的龙国已经不是任何人能压制得住的了。同志们，最近发生的事情，想必大家都清楚了。我们不仅打破了敌人的技术封锁，更让那些妄图卡我们脖子的列强低下了他们高昂的头颅。这一切离不开我们幕后的英雄。现在，我宣读龙国最高任命。授予昆仑号研发团队全体成员集体一等功，授予昆仑号总设计师陆明1级英模勋章，并破格晋升为龙国中将。20多岁的中将，这在我们龙国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啊！从一个郊区模型店的老板一步登天成为中将，陆明这小子真是给了我们一个天大的惊喜。这就是真正的国士无双。陆明，你是个奇迹，也是龙国的未来。这身衣服，你当之无愧。谢首长。大家好，我是陆明。几个月前，我还只是一个在郊区经营模型店的普通老板，每天为了几百块钱的房租发愁。那时候的我，绝对想不到今天会站在这里，穿上这身象征着无上荣耀的将官服。但我想告诉大家，我做这些，没日没夜的敲击键盘，无数次在实验室里险些猝死，不是为了这耀眼的军衔，更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誉，我只是为了守护我们的国家，守护我们脚下这片用无数先辈鲜血染红的土地。100年来，我们挨过打，受过气，但从今天起，我们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未来，我会继续研发更先进的装备，无论是深海还是太空，无论是机甲还是星舰，我都会一一实现。我要让我们的国家永远不会再被人欺负。我要让我们的人民世世代代都能安居乐业。说得好，龙国万岁！龙国万岁！龙国万岁！怎么回事？全
全军听令，立刻进入1级战备状态，掩护1号推入不周山基地内，快！首长，京城天文台刚刚发来绝密警报，就在几分钟前，奥尔特巡用外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未知空间扭曲点，也就是虫洞。有数量极其庞大的非自然飞行物正在跃迁，那是一支外星舰队，他们毫无掩饰，直奔地球而来。按照目前的航速计算，预计1年后就会越过火星轨道，航线直指蓝星。1年，只有1年。首长，鹰将这帮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鹰将那边的 NASA 也探查到了虫洞，但他们的保密系统简直是个漏洞，消息瞬间全网泄露，现在根本压不住了。他们怎么处理的？他们干脆破罐子破摔，直接向全球公开了外星人入侵的事实。现在全世界陷入了极度恐慌，咱们国内也是一片哗然，股市崩盘，物资抢购。但最可恨的是，鹰将竟然借此发布了全球救亡令。他们号召全球所有国家交出核心资源，集中力量扶持他们鹰将的科技，甚至点名要强行绑定咱们龙国的工业制造，让我们给他们造武器去对抗外星人。为了拉拢世界，鹰将直接公布了他们最新的6代机技术。现在那几个西方国家瞬间应和，宣布听从鹰将指挥了。我们靠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的怜悯。无耻！人类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居然还在搞霸权主义这一套。真以为一架破6代机就能挡住外星舰队吗？他们这是想借着这次全人类的危机，彻底把全世界捏在手里，把自己摆在绝对霸主的位置上。如果危机过去了，鹰将就是名副其实的地球之主；如果危机过不去，也就没有以后了。好，我也绝不相信鹰将有能力扛起拯救人类这面大旗。我们的技术人员做过评估，昆仑号如果按照现在的代差算，至少是9代。陆明，真正的挑战来了，面对这支外星舰队，你有信心吗？首长，对于这支外星舰队，我们目前一无所知。他们的科技水平或许领先我们几个世纪，甚至超乎我们的想象，但我会选择战斗到底。我这几个月里拼死拼活攒下来的50万星际科技点，终于到时候派上用场了。外星舰队，那就看看是你们的炮火猛，还是我的科技库硬。好，有你这句话就好。鹰将想借着外星人入侵搞霸权，拿几架所谓的6代机就想整合全球，痴人说梦。人类的未来绝不能交到他们手里。钟北河，传我命令，立刻启动最高级别全球直播，是时候让全世界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底气了。首长，您的意思是全面公开玄凯龙旗机甲、烛龙单兵机甲以及昆仑号空天母舰的真实影像，用真正的实力稳住全球民心，整合全世界的资源，共御强敌。陆明，这是你的心血，你同意吗？首长，武器造出来就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现在公布正是时候。好，马上执行。完了，全完了！华夏到底是什么时候造出这种怪物的？空天母舰，这根本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全世界的舆论已经彻底翻盘了，欧洲、非洲、南美那些原本打算听从我们全球救亡令的国家，现在全都在疯狂向龙国示好，表示愿意把全部资源倾斜给华夏，祈求华夏的庇护。以后这蓝星绝对是华夏主导了，我们彻底没希望了。威尔逊，你太悲观了。有没有一种可能，那个所谓的外星人舰队并没有监控画面里看起来那么强大？也许他们只是虚有其表呢？就算我们不和华夏合作，凭我们伟大鹰将的底蕴，也完全能度过这次危机。总统阁下，我就，麦克，你什么意思？总统阁下，您看清楚，这片星空，这个蓝星，对人类来说只是一个摇篮。
而我们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连走出这个摇篮都费劲。说句难听的，我们顶多算是一个还没断奶的孩子。可那些外星人呢？他们掌握了空间跳跃技术，能够跨越漫长的星际，直接穿透虫洞，跑着就过来了。总统阁下，您觉得一个能跨越星河奔跑的成年人，想要对付一个还在摇篮里没断奶的孩子，会很难吗？好吧，那你们开会决定怎么办吧。太可怕了，这应该没我们的事儿吧？这是龙国自己曝光的。首相阁下，您冷静一点。龙国在这个节骨眼上曝光，绝对是为了应对外星人，肯定跟咱们没关系。那就好，那就好。但是首相阁下，现在全世界都在向龙国倒戈，这是我们表明态度的最后机会了。如果我们再犹豫，一旦外星人降临，龙国绝不可能分心来保护我们。你说的对，立刻联系龙国外交部，表达我们最崇高的敬意，告诉他们樱花国一切资源全部倾斜，矿产、资金、劳动力，只要华夏开口，我们全部白送给华夏。动作要快，快！陆公，刚收到消息，樱花国、日不楼国、高兰国、鹰将等120个国家已经签署了资源无偿转让协议。目前，全球80%的稀有金属、90%的工业产能以及所有的顶尖科研人才，正全面向我不周山基地倾斜。生死存亡的时刻，还得是集中力量办事啊！检测到宿主家园面临灭世级威胁。系统启动第一条纯奖励主线任务，任务要求保护家园，任务奖励1万年寿元，100万经济科技点。主线任务都来了，既然这样，那就开始吧。正式开启太阳系壁垒终极计划，我们要以地月系统为支点，以可疑波带为前线，打造天元星连式轨道炮矩阵，同时启动昆仑号、玄凯龙旗、烛龙战舰的全虎系战力升级。我们要让这片星空成为外星文明的禁区。陆总，全球所有的射电望远镜同时捕获到一组高频信号，来源方向奥尔特云型外星舰队。接过来，解码。蓝星土著文明，我们是荒巢舰队。根据荒巢星际拓荒条约，此星区已被列入荒巢采集区，限你们在1个地球年内彻底迁离。时间到，我们将会对蓝星进行全面清剿。迁离？我们要去哪儿？我们根本没有大规模移民星际的技术，这根本就是屠杀！我们又能去哪里？我们走不了，我们也不能走。走不了，就只能打。陆明，你来吧。我是陆明，代表人类全体成员回复荒巢舰队。滚蛋 ！Fuck you！ 陆公，天环星连式轨道炮矩阵第一阶段组网已全面完成，太阳系内全域联动火力覆盖系统全线贯通。好，昆仑号的终极升级状况如何？舰体已成功延展至3800米，无功制聚变脉冲发动机阵列自检完毕，超高能激光炮蓄能系统极度稳定。立刻开启太阳系内首次试飞，目标锁定小行星带废弃天体 X9号。发动机输出功率达到峰值，昆仑号速度突破达到1/50光速。主炮充能，开火！一级计划，我们做到了！这火
火力绝对能撕碎外星战舰。好啊，成功了。不过这只是一艘，我要即刻启动量产计划，整合全球所有工业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20艘这样的昆仑号升空。是。陆总，深空预警雷达捕捉到超大规模的高能空间跃迁反应，在哪儿？奥尔特星云，荒巢舰队的先锋编队已经越过边界，正在向太阳系内圈高速突进，数量不多，但是速度很快。看来荒巢舰队先锋舰队有比大部队更优越的加速能力，速度快，防御和攻击手段估计就会弱一些。既然这样，全军听令，立刻进入1级戒备状态。所有作战人员即刻登舰，天元矩阵进入最高级别预热锁定状态。昆仑号编队随我前往柯伊伯带前沿防线。陆总，全系统迭代完成，钢体弹丸主炮初始速度提升了3倍，微型曲率模块也已经通过了实测。5个月，总算赶上了。战士们，玄凯龙骑编队今天正式入列，目标柯伊伯带，出发。是。天元矩阵，前置火力点，全弹射击。玄凯龙骑，冲阵！这不可能！5个蓝月之前，他们的文明水平还处于星系初级阶段，为什么会突然实现技术爆炸？这不科学！领袖，帝王机甲配备了空间跳跃小型化设备，我们的先锋舰队已经全灭。零伤亡，他们竟然做到了0伤亡。战况如何？尊敬的领袖，出了一点意外，人类的技术进化超出了预期，但我保证，我一定会完全占领蓝星。不要让我失望，帝国需要那里的资源。请您放心，我会亲手放下信鞭，等待帝国的子民降临。忠诚。陆总，大麻烦来了！监测到荒巢主巢舰队主力，他们正在全速逼近，预计3个月后抵达木星防线。3个月应该还来得及，退守木星防线，依靠木星天元矩阵构筑防线。是。陆总，3个月期限已到，荒巢主巢先头集群共计821艘战舰，已越过土星轨道，进入木星重力总范围。中粮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烛龙纳米战甲已完成全员列装，微型曲率模块和静止引力场调试完毕。中队长已经带队引入小行星带阴影区。告诉中粮，我要的不是死守，是像钉子一样扎进敌人的咽喉，只要他们来就打，打不过就跑，拉长他们的战线，然后再打回去。特战大队注意，检查静止引力场，开启微型曲率。玄科龙骑负责切割阵型，我们要把这800头畜生拦在2号防线外。队长，雷达扫描到敌方先头集群，距离3万公里，全员散开，狩猎开始。人类的防线漏洞百出，绕过去摧毁他们的补给，这群虫子自然会崩溃。想走？问过我了吗？静止引力场开！这是什么技术？引擎输出200%，脱离！快脱离！晚了，木星天元矩阵坐标已锁定，放。坐标锁定，轨道炮充能100%，发射。队长，敌人后续部队上来了，数量是我们的10倍。10倍，那正好，省得我一个个去找。兄弟们，陆总在后面看着我们，蓝星的家人们在后面看着我们，钉死在这里，一步不退，死战到底！陆总，侧翼补给站保住了，但对方正在强攻正面防线，我们要派援军吗？不，让中粮继续拖住。这是拉锯战的开始，我们要用这道防线耗光荒巢的锐气。队长，侧翼玄凯龙骑战损超过60%，静置引力场发生器过热，撑不住了。汇报天环矩阵情况，木星分网2成炮位永久损毁，我们正在被推着走。荒巢主巢旗舰，这帮畜生终于坐不住了。全员散开，利用小行星掩护。陆总，超级吞噬光束正在瓦解木星引力平衡，
前沿阵地驻守部队生还率正在急速下降，不能再添人命了。可是丢了木星，我们就失去了最后的战略深度。传我命令，放弃木星前沿阵地，命令中粮所有作战力量有序回撤，依托火星地形和卫星群构建第3道防线。是，那个计划呢？火星就是最后的试验场，通知实验室，坍缩基点武器进入最终调试阶段。我要在他们踏入火星轨道的那一刻，送他们一份大礼。陆明，这就是你说的最后的手段。坍缩基点武器，急速降温至无限接近绝对0度，冻结一切，再让空间自主排斥这个变量。只要成功，它能瞬间吞噬掉荒巢的主力集群。外面已经乱了，外星舰队入侵的消息飞速蔓延，人类各种思想交杂，恐慌、暴乱，还有那些拼了命要在末日前狂欢的人。相关部门现在是顶着天大的压力在维持生产力全开，但即便是这样，全世界人口减少的数量依旧是之前状态下的10倍以上。我是来告诉你，后方的事情你不用操心，相关部门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社会运转，就算是压，我也要把生产线压到最后1秒。这里全交给你了。明白。我不知道我们还能撑多久，但我向你保证，我们龙国绝对是最后一个倒下的。明白。我感觉首长现在的心情很差，而且感觉他并不是很有信心的样子。陆总，你忙于战争的事儿，对外面的事儿不是太了解。就在昨天，鹰将爆发了规模庞大的战争。鹰将分裂成了3个超大型武装集团，一个支持我们，一个信奉逃亡主义，另一个则是想躲在地下。为了资源，他们每天都在斗争。现在的鹰将土地就是一个超大型的大逃杀，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能活下去，抢夺能看到的一切。还有樱花国，上周富士山下，拜降派的军官和民众组织了一场参与人数超过3000人的集体切腹，而且现在还每天都在举行，每次不少于1000人。奥国60%的民众迁徙到了中部沙漠，巨型岩石乌鲁鲁已经被凿空，由当地国家武装部门做成了圣殿。还有，为什么那么多人宁愿逃避也不愿意拼一把？拼一把还有可能赢，逃避绝对是死。各单位汇报最终部署情况。天元矩阵火星分网已经全部上线，2万门轨道炮完成火力组网，能量储备100%。另外，实验室刚刚传来消息，坍缩基点武器通过最终测试。报告总指挥，玄凯龙旗4个大队已经分守火星制导质2级的12个关键节点。只要我们还有1个人喘气，敌人的登陆舱就别想沾到火星的土。昆仑号的隐蔽系统呢？反侦察屏障满功率运转，我们现在就是火星背面的一块太空陨石，敌人绝对发现不了总指挥部的位置。好，告诉兄弟们，地球的后方在看着我们，退无可退了。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把荒巢的血放干。警报！前方空间出现超大规模引力异常，他们来了！雷达扫描完成，敌方战舰数量3000艘，全都是主力舰。3000，这帮杂碎还真是看得起我们。数量再多也是靶子，天元矩阵，不留余力，全线开火，给我狠狠的打！不要让他们组织起有效重型，命令轨道炮
进行交叉射击。敌方正在进行第3轮密集冲锋，右翼轨道炮阵列能量护盾下降至40%。总指挥，他们派出了高机动突击舰，想拔掉我们的炮台。玄凯龙旗第1大队请求迎敌。准许出击。忠良，把他们给我拦在炮网之外。遵命，兄弟们，跟我杀！陆总，第7轮了，我们顶住了他们第7轮的主力冲锋。战损统计出来没有？敌军这7轮冲锋，至少留下了1200艘战舰的残骸，但是我们的天元曲阵也付出了惨重代价。说具体数字。轨道炮损毁超过30%，已经有6000多门炮台彻底失去联系，左翼防线出现缺口，玄卡龙旗正在用肉身顶上去填补。陆明，左翼的压力太大了，敌人的重型母舰正在向缺口靠拢，再这么打下去，防线迟早会被撕裂。我知道了，忠良，你带着剩下的人死守缺口。战场现在是拉锯战，拼的就是谁先咽下最后一口气，哪怕用牙咬，也要给我死死咬住。放心，老子今天就没打算活着回去。陆总，不能再硬耗下去了，轨道炮的充能速度已经跟不上敌人的冲锋频率了。荒朝的主力集群现在是不是已经全部压进火星轨道了？还没有，看阵型，他们正在想办法包围。告诉忠良，反冲锋，打出去！前线部队伤亡情况如何？烛龙特战大队为了掩护侧翼打开缺口，3个中队全殉国，其他编队也出现了不可挽回的伤亡。是忠良将军的通讯介入。老陆，这帮外星杂碎跟疯了一样，玄凯龙旗的兄弟们全员带伤，备用机甲也打光了。我们打开了缺口，现在他们正在疯狂补充。好，忠良，带着你的人立刻向后撤退2000公里，快！好，听你的，全军撤退！陆总，后撤2000公里，防线就彻底空了。荒朝的主力集群已经压过来了。我要的就是他们压过来，传我最高指令，输入我的 SSS 级授权码。你是说？目标锁定，荒朝主力集群中心坐标，发射，坍缩基点武器。授权码确认，轨道发射镜解锁，发射倒计时，3、2、1。荒朝主集群舰船生命体征全部归零。他们退了，荒朝残军撤退了。陆总，我们赢了，我们守住火星防线了。老陆，你他娘的真有你的！都安静。陆总，怎么了？我们不是已经打退他们了吗？这只是荒朝的试探，只为了逼出我们的底牌。后辉，他们很快就会卷土重来。传我命令，放弃火星，全军立刻进行战略收缩。老陆，咱们死了这么多人，好不容易守下来的火星就这么放弃了？真正的风暴还在后面，准备好，最终的决战将在地月系打响。陆总，火星防线的所有幸存单位已全部撤回，装备抢修完成度92%。另外，新组建的3个深空纵队已经补充完毕。老陆，月球背面的重型轨道炮已经全部校准，
虽然放弃了火星，但兄弟们这半个月没合眼，憋着一股劲儿呢。荒巢那边呢？根据引力波探测，荒巢残余的5000多艘战舰已经越过火星轨道。主巢旗舰那个大家伙就在阵型中心。这帮畜生真是不给喘息的机会。按这个速度，3天后就到月球门口了。通知全军，放弃所有幻想。这3天是人类最后的3天。全人类的同胞们，我是联合政府最高负责人。此时此刻，荒巢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月球。我们曾试图在火星阻击，我们曾付出惨痛的代价，但现在敌人的通牒已经摆在了我的桌上，他们要求我们无条件缴械，交出地球的资源权。但我代表联合政府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绝不投降。从这一秒起，全球进入最高级别战备状态，每一座工厂、每一名士兵、每一颗子弹都将为文明的存续而战。陆总，全球在线人数已经突破60亿，都在等着你。我是陆明，荒巢的主巢刚刚发出了最后通牒，称我们为漂浮在宇宙中的尘埃。在他们眼中，人类的哀鸣和岩石的碎裂没有区别。但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辩论人类是否有生存的权利，我要告诉荒巢，以及在这场浩劫中战死的每一位英灵，人类的血不是冷的。我们退到了地月系，是因为背后就是我们的家园，是我们唯一不能失去的摇篮。你们想吞噬这颗星球，那就必须先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尸体。今天，我代表地球文明，正式向他们发起决战。这不是为了荣耀，这是为了生存。锁定目标，等待我的命令。我们要让这群掠夺者明白，太阳系不是他们的猎场，而是他们的坟场。我们将在深空战斗，我们将在月球战斗，我们将在每一寸空间、每一寸残骸上战斗。我们将用我们的每一滴血，汇成无尽的汪洋大海，把那些星际的掠夺者枪死在属于人类的自由意志中。出击！第1至第12星际纵队，全功率充能，目标已锁定。全军听令，死战到底！矩阵，全域激活！不要管散热系统，给我把所有的能量倾泻出去！能量护盾负荷已达98%。陆总，玄凯龙骑编队快撑不住了，侧翼防线出现了缺口，让烛龙特战小队顶上去，分成12组，把那几个迂回的大家伙给我炸了！陆总，第10、第12纵队全军覆没，敌人的饱和攻击太猛了，我们的防线正在崩溃。那是荒巢的主巢旗舰，打了8个小时，我们还没碰到他。忠良，算出来了吗？算出来了。调集全部力量，能打开一条通路。昆仑号在密集火力下，最多能抗2分钟。够了，传我命令。所有剩余作战单位全部放弃防御，为昆仑号拉开走廊。你疯了！昆仑号是旗舰，你也是最高指挥官，你要冲进去！荒巢的指挥中枢在月球背面，不毁掉它，地球撑不过下一个8小时。让特工队去，你留在这里指挥大局。你是全人类的希望，你不能死！希望，现在的希望就是那艘主巢旗舰爆炸。我是昆仑号的设计师，只有我最了解昆仑号。那是自杀，陆明，你这根本不是在指挥，你是在送命。忠良，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我死了，联合政府的1号会接手。记住，把人类的火种留住。陆明，什么？把他送进逃生舱，设为自动返回地面模式。钟指挥，你……他是设计师，但我是战士。全军听令，我是忠良，最高指挥官陆明已授权我接管指挥权。现在我命令，除特种大队成员昆仑号各机组成员外，其他人全部撤离。
忠良，谁准你擅作主张的？是我准的。钟老，陆明，他是战士，你是大脑，冲锋是战士的责任。接通昆仑号，所有算力并入不周山，我要亲自指挥。昆仑号听令，主炮最大功率，目标荒巢集群舰队中心。旋解龙旗，给我把缺口撑住！逐龙分队，给我冲进去！我们不体战士是不平战。不行，是反物质护盾，普通弹头根本穿不透。陆明，没时间了，敌人的第二波援军已经折院进入轨道，快给我授权！不行，那招绝对不行。让我动用昆仑号昆仑级曲率发动机。忠良，一旦启动曲率引擎，你会以光速航行，我不知道你会去到哪儿，但昆仑号上的燃料绝对不够你再启动折返。给我授权，让我爹看着他儿子不是孬种。指令序列 HH49101，确认，授权。诸位，为了人类，我们要启动世上唯一一部曲率发动机了。昆仑号将成为我们的最后一枚子弹。钟哥，我们跟着你，干了！前进4。微型坍缩基点引爆！去看看钟老吧，他在这站了2个小时了。会再见的，只要我们还在向外探索，总有一天能截获他的信号。我们截获了荒巢的文件，他们来这里，只是因为人口暴涨，为了生存，才四处掠夺。您的意思是，人类将来也会变成他们那样吗？长了腿的鱼，不会甘心一辈子留在池塘里的。您想去未来看看吗？我正准备搞冬眠技术，未来你们会再相见的。你替我在未来等他吧，我这个老家伙还是想守着这个池塘。前进4。